大的苍龙涌出水面，吞掉了整个大白鲨。这个呢是电影里的片段，但是真实中也一定有过。说起恐龙呢，大家并不陌生。在地球的历史上曾经有一种生物统治了地球长达1.6亿年之久。我们人类今天呢，可考证的历史算往多说5000年。所以说我们人类和恐龙的地球存活时间相比，我大概算了一下是这个比例，用1.6亿除以5000，得出惊人的数据。恐龙时代呢，相当于一个活了3.2万岁的一个老爷爷，而我们人类呢，1岁。所以说恐龙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然而却在6500万年前在地球上神秘的消失了。唯一能证明恐龙真实存在过的呢，也就只有化石了。那么问题来了，曾经在地球上的称霸的恐龙到底是怎么灭绝的呢？对此科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在1980年美国的一位科学家在墨西哥的陨石坑中发现了超过正常含量200倍的金属铱。正常的情况下呢，如此高浓度的金属铱只可能存在于陨石上，因此恐龙灭绝的神秘面纱也被缓缓的揭开。恐龙灭绝之后呢，我们地球上还有猛犸象、大角鹿、剑齿虎等等太多了。那么问题来了，地球如果受到撞击的灾难，那么最安全的肯定就是深海了。所以呢，可能还有一种可怕的生物至今依然存在着。我们接着上个视频继续往下说灭绝的猛犸象、大角鹿、剑齿虎都没有走到今天。火山爆发，地壳涌起，毒气遍布地球等等。如果曾经有过这种灾难，那么地球上最安全的是不是就是深海里呢？故事我们要回到2003年，澳大利亚的西南海岸上，研究人员捕捉了一头5米长的大白鲨。他们在大白鲨的背上呢装上了一个传感装置，他们要收集海洋的温度和深度，以及大白鲨洄游的情况。但是这个不起眼的实验却在4个月以后变得诡异起来了。在这一天呢，传感数据突然显示，大白鲨从250米的地方迅速下到了850米的地方。同时数据还显示，环境温度呢从8摄氏度突然上升到36摄氏度。不久以后，科学家在几十公里外的海滩上找到了这个传感装置，而当初的大白鲨呢已经不知所踪了。后来这件事有一个诡异的传说在慢慢的传开。如果理性的分析数据，那么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3米长的大白鲨在250米海底巡游的时候，突然遭到了神秘捕食者的袭击。这个捕食者一口就将5米长的大白鲨吞进了肚子里，然后下潜回到了自己生活的850米的海底。因为大白鲨凭自己完全做不到迅速下沉那种速度和温度的上升，所以大白鲨在神秘的捕食者的肚子中被彻底的消化了，而身上的仪器呢被排泄了出来。在我们人类已知的概念中5米长的大白鲨已经是海洋中最顶级的捕食者了。但是这组数据也表明，它居然一口就被吞噬了。究竟是什么生物能一口吞噬掉5米长的大白鲨呢？后来2014年有一个纪录片的导演听到了此事，非常的感兴趣，他不断的追问，究竟是什么物种能一口吞噬掉5米长的大白鲨呢？后来猜测，它有可能是被一个更大的大白鲨给吞掉了。应该只有这一种可能，我们至今而言对海洋的认知太少了，包括我们对鲨鱼的认知呢也非常有限。然后导演进一步的追问，吞噬者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传说中的史前巨齿鲨呢？这时工作人员笑而不语。然后导演进一步的追问，吞噬者有没有可能是我们传说中的史前巨齿鲨呢？这时工作人员笑而不语。谜团呢依旧是谜团，因为我们人类现在的能力对海底的探测还远远不够。下面呢我们来看另外一种鲨鱼，这种鲨鱼叫哥布林鲨，在地球上已经存活1.3亿年了，从白垩纪一直存活到了今天。它非常原始，并且呢它至少还可以潜入2000米以下的深海当中。我们知道普通的大白鲨呢都有一种劳伦式护肤的结构，能在深海中感应到地球的磁场。比如大白鲨能闻到几十公里以外的一滴鲜血，这呢就是因为它的劳伦氏护肤功能特别敏感。而哥布林鲨那条长长的鼻子的劳伦氏护肤的敏感度要比大白鲨呢要强10倍以上，所以人类要想捕获一条哥布林鲨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后来1922年日本几个月内捕获了几十条哥布林鲨，
然后就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在2010年呢，日本又在几个月之内捕获了几百只哥布林鲨。然后就是次年发生的311大地震，引发了巨型的海啸，还造成了福岛核电站的核泄漏。有人相信哥布林鲨是地球海底的精灵，它与地球母亲共同生活了1.3亿年，有着我们人类无法理解的深邃。那鲨鱼呢，也是从2亿年前从侏罗纪时代一直存活到今天的古老物种。为什么人类对鲨鱼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呢？就像写在了基因里一样。也许这就是一种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于地球本身来说或许每一刻都是惊心动魄的。作为人类呢，我们只能用推演的方式，将侏罗纪以前的漫长无比的岁月用几分钟带过来。但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发生在我们所踏的土地之上。未来的地球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在几百万年之后未来的生物也许会发现，地球上曾经存在过一种叫做人类的生物，并且呢，还曾经拥有过璀璨的文明。好了，今天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